没想到他们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，要是春生在该有多好。我往远处看看，不知道这孩子是死是活。我们自动排出了20多个队形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每人领了2个馒头。我从没听到过这么一大片吃东西的声音，比几百头猪吃东西时还响。大家都吃得太快，有些人拼命咳嗽，咳嗽声一声比一声高。我身旁的一个咳得比谁都响，他捂着腰疼的眼泪横流。更多的人是噎住了，都抬着脑袋对天空直瞪眼，身体一动不动。第2天早晨，我们被集合到一块空地上，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。前面是2张桌子，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对我们说话。他先是讲了一通解放全中国的道理，最后宣布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继续坐着，想回家的就站出来，去领回家的盘缠。一听可以回家，我的心扑扑乱跳。可我看到那个长官腰里别了一支手枪，又害怕了。我想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很多人都坐着没动，有一些人走出去，还真的走到那桌子前去领了盘缠。那个长官一直看着他们，他们领了钱以后还领了通行证，接着就上路了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那个长官肯定会拔出手枪来逼他们，就跟我们连长一样。可他们走出很远以后，长官也没有掏出手枪。这下我紧张了，我知道解放军是真的愿意放我们回家。这一仗打下来，我知道什么叫打仗了。我对自己说，再也不能打仗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就站起来，一直走到那位长官面前，扑通跪下后就哇哇哭起来。我原本想说我要回家，可话到嘴边又变了，我一遍遍叫着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位长官把我扶起来，问我要说什么。我还是叫他连长，还是哭。旁边一个解放军对我说，他是团长。他这一说把我吓住了，心想糟了。可听到坐着的俘虏轰地笑起来，又看到团长笑着问我，你要说什么？我这才放心下来，对团长说，我要回家，解放军让我回家，还给了盘缠。我一路急匆匆往南走，饿了就用解放军给的盘缠买个烧饼吃下去，困了就找个平整一点地方睡一觉。我太想家了，一想到今生今世还能和我娘和家珍和我一双儿女团聚，我又是哭又是笑，疯疯癫癫地往南跑。我走到长江边时，南面还没有解放，解放军在准备渡江了。我过不去，在那里耽搁了几个月，我就到处找活干，免得饿死。我知道解放军缺摇船的，我以前有钱时觉得好玩，学过摇船，好几次我都想参加解放军，替他们摇船摇过长江去。想想解放军对我好，我要报恩。可我实在是怕打仗，怕见不到家里人。为了家珍他们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就不报恩了，我记得解放军的好。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军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，算算时间，我离家都快2年了。走的时候是深秋，回来是初秋。我满身泥土走上了家乡的路，后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，一点都没变，我一眼就看到了。我急冲冲往前走，看到我家先前的砖瓦房，又看到了现在的茅屋。我一看到茅屋，忍不住跑了起来。离村口不远的地方，一个7、8岁的女孩带着个3岁的男孩在割草。我一看到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，就认出来了，那是我的凤霞。凤霞拉着有庆的手，有庆走路还磕磕绊绊。我就向凤霞有庆喊，凤霞，有庆。凤霞像是没有听到，倒是有庆转回身来看我，他被凤霞拉着还在走，脑袋朝我这里歪着。我又喊，凤霞，有庆。
这时有庆拉住了他姐姐，凤霞向我转了过来，我跑到跟前，蹲下去问凤霞：凤霞，还认识我吗？凤霞张大眼睛看了我一阵，嘴巴动了动，没有声音。我对凤霞说：我是你爹呀。凤霞笑了起来，她的嘴巴一张一张，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只是我没往细里想。我知道凤霞认出我来了，她张着嘴向我笑，她的门牙都掉了。我伸手去摸她的脸，她的眼睛亮了亮，就把脸往我手上贴。我又去看有庆，有庆自然认不出我，他害怕地贴在姐姐身上。我去拉他，他就躲着我。我对他说：儿子啊，我是你爹。有庆干脆躲到了姐姐身后，推着凤霞说：我们快走呀。这时有一个女人向我们这里跑来，哇哇叫着我的名字。我认出来是家珍，家珍跑得跌跌撞撞，跑到跟前喊了一声福贵，就坐在地上大声哭起来。我对家珍说：哭什么哭什么。这么一说，我也呜呜地哭了。我总算回到了家里，看到家珍和一双儿女都活得好好的，我的心放下了。他们拥着我往家里走去，一走进自家的茅屋，我就连连喊娘娘，喊着我就跑了起来，跑到茅屋里一看，没见到我娘。当时我眼睛就黑了一下，折回来问家珍：我娘呢？家珍什么也不说，就是泪汪汪地看着我。我也就知道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站在门口，脑袋一垂，眼泪便刷刷地流了出来。我离家2个月多一点，我娘就死了。家珍告诉我，我娘死前一遍一遍对家珍说：福贵不会是去赌钱的。家珍去城里打听过我不知多少次，竟会没人告诉他我被抓了壮丁。我娘才这么说，可怜她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我的凤霞也可怜，1年前她发了一次高烧后就再不会说话了。家珍哭着告诉我这些时，凤霞就坐在我对面，她知道我们是在说她，就轻轻地对着我笑。看到她笑，我心里就跟针扎一样。有庆也认我这个爹了，只是他仍有些怕我。我一抱他，他就拼命去看家珍和凤霞。随便怎么说，我都回到家里了。头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，我和家珍还有2个孩子挤在一起，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，看着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我心里是又踏实又暖和。我一会儿就要去摸摸家珍，摸摸2个孩子，我一遍遍对自己说：我回家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，我分到了5亩地，就是原先租龙二的那5亩。龙二是倒大霉了，他坐上地主，神气了不到4年，一解放他就完蛋了。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，分给了从前的佃户。他还死不认账，去吓唬那些佃户，也有不买账的，他就动手去打人家。龙二也是自找倒霉，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，说他是恶霸地主。被送到城里大牢后，龙二还是不识时务，那张嘴比石头都硬，最后就给毙掉了。枪毙龙二那天我也去看了，龙二死到临头才泄了气。听说他从城里被押出来时，眼泪汪汪，流着口水对一个熟人说：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被毙掉。龙二也太糊涂了，他以为自己被关几天就会放出来，根本不相信会被枪毙。那是在下午，枪决龙二就在我们的一个邻村，事先有人挖好了坑。那天附近好几个村里的人都来看了，龙二被五花大绑的押了过来，他差不多是被拖过来的，嘴巴半张着，呼哧呼哧直喘气。龙二从我身边走过时看了我一眼，我觉得他没认出我来，可走了几步他硬是回过头来，哭着鼻子对我喊道：
福贵，我是替你去死啊！听他这么一喊，我慌了，想想还是离开吧，别看他怎么死了。我从人堆里挤出去，一个人往外走，走了10来步就听到电的一枪。我想龙二彻底完蛋了，可紧接着又是电的一枪，下面又打了3枪，总共是5枪。我想是不是还有别的人也给毙掉？回去的路上，我问同村的一个人，毙了几个？哈姆雷特。他说就毙了龙二。龙二真是倒霉透了，他竟挨了5枪，哪怕他有5条命也全报销了。毙掉龙二后，我往家里走去时，脖子上一阵阵冒冷气。我是越想越险，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2个败家子，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。我摸摸自己的脸，又摸摸自己的胳膊，都好好的。我想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。我从战场上捡了1条命回来，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。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，我对自己说，这下可要好好活了。我回到家里时，家珍正在给我那鞋底，她看到我的脸色吓一跳，以为我病了。当我把自己想的告诉她，她也吓得脸蛋白一阵青一阵，嘴里嘶嘶地说，真险啊。后来我就想开了，觉得也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，这都是命。常言道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想我的后半截该会越来越好了。我这么对家珍说了，家珍用牙咬断了线，看着我说，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，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1双新鞋。我知道家珍的话，我的女人是在求我们从今以后再不分开。看着她老了许多的脸，我心里一阵酸疼。家珍说的对，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，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。福贵的讲述到这里中断，我发现我们都坐在阳光下了，阳光的移动使树荫悄悄离开我们，转到了另一边。福贵的身体动了几下才站起来，他拍了拍膝盖对我说，我全身都是越来越硬，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。我听后不由高声笑起来，朝他耷拉下去的裤裆看看，那里沾了几根青草。他也嘿嘿笑了一下，很高兴我明白他的意思。然后他转过身去喊那头牛，福贵。那头牛已经从水里出来了，正在啃吃着池塘旁的青草。牛站在2棵柳树下面，牛背上的柳枝失去了垂直的姿态，出现了纷乱的弯曲。在牛的脊背上刷动，一些树叶慢吞吞地掉落下去。老人又叫了一声，福贵。牛的屁股像是一块大石头，慢慢地移进了水里。随后牛脑袋从柳枝里钻了出来，2只圆滚滚的眼睛朝我们缓缓移来。老人对牛说，家珍他们早在干活了，你也歇够了。我知道你没吃饱，谁让你在水里待这么久。福贵牵着牛到了水田里，给牛套上犁的功夫，他对我说，牛老了也和人老了一样，饿了还得先歇一下，才吃得下去东西。我重新在树荫里坐下来，将背包垫在腰后，靠着树干，用草帽扇着风。老牛的肚皮耷拉下来，长长一条，它耕动时肚皮犹如一只大水袋一样摇来晃去。我注意到福贵耷拉下去的裤裆，他的裤裆也在晃动，很像牛的肚皮。那天我一直在树荫里坐到夕阳西下，我没有离开，是因为福贵的讲述还没有结束。我回家后的日子苦是苦，过得还算安稳。凤霞和有庆一天天大起来，我呢，一天比一天老了。我自己还没觉得，家珍也没觉得，我只是觉得力气远不如从前。到了有一天，我挑着一担菜进城去卖，路过原先绸店那地方，一个熟人见到我就叫了，福贵，你头发白了。其实我和他也只是半年没见着，
他这么一叫，我才觉得自己是老了许多。回到家里，我把家珍看了又看，看得他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低头看看自己，又看看背后，才问：你看什么呀？我笑着告诉他：你的头发也白了。那一年凤霞17岁了，凤霞长成了女人的模样，要不是她又聋又哑，提亲的也该找上门来了。村里人都说凤霞长得好，凤霞长得和家珍年轻时差不多。有庆也有12岁了，有庆在城里念小学。当初送不送有庆去念书，我和家珍着实犹豫了一阵，没有钱啊。凤霞那时才12、13岁，虽说也能帮我干点田里活，帮家珍干些家里活，可总还是要靠我们养活。我就和家珍商量，是不是把凤霞送给别人算了，好省下些钱供有庆念书。别看凤霞听不到，不会说，她可聪明呢。我和家珍一说起把凤霞送人的事，凤霞马上就会扭过头来看我们，两只眼睛一眨一眨，看得我和家珍心都酸了，几天不再提起那事。眼看着有庆上学的年纪越来越近，这事不能不办了。我就托村里人出去时，顺便打听打听，有没有人家愿意领养一个12岁的女孩。我对家珍说，要是碰上一户好人家，凤霞就会比现在过得好。家珍听了点着头，眼泪却下来了。做娘的心肠总是要软一些。我劝家珍想开点，凤霞命苦，这辈子看来是要苦到底了。有庆可不能苦一辈子，要让她念书，念书才会有个出息的日子。总不能让2个孩子都被苦捆住，总得有一个日后过得好一些。村里出去打听的人回来说，凤霞带了一点，要是减掉1半岁数，要的人家就多了。这么一说，我们也就死心了。谁知过了1个来月，2户人家捎信来要我们的凤霞，一户是领凤霞去做女儿，另一户是让凤霞去侍候2个老人。我和家珍都觉得那户没有儿女的人家好，把凤霞当女儿，总会多疼爱她一些，就传口信让他们来看看。他们来了，见了凤霞夫妻2个都挺喜欢，一知道凤霞不会说话，他们就改变了主意。那个男的说，长得倒是挺干净的，只是……他没往下说，客客气气的回去了。我和家珍只好让另一户人家来领凤霞。那户倒是不在乎凤霞会不会说话，他们说只要勤快就行。凤霞被领走那天，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时，她马上就提上篮子和镰刀跟上了我。几年来我在田里干活，凤霞就在旁边割草，已经习惯了。那天我看到她跟着，就推她，让她回去。她睁圆了眼睛看我，我放下锄头，把她拉回到屋里，从她手里拿过镰刀和篮子，扔到了角落里。她还是睁圆眼睛看着我，她不知道我们把她送给别人了。当家珍给她换上一件水红颜色的衣服时，她不再看我，低着头让家珍给她穿上衣服，那是家珍用过去的旗袍改做的。家珍给她扣纽扣时，她眼泪一颗一颗滴在自己腿上。凤霞知道自己要走了，我拿起锄头走出去，走到门口，我对家珍说，我下地了，领凤霞的人来了，让她带走就是，别来见我。我到了田里，挥着锄头干活时，总觉得尽使不到点子上。我是心里发虚啊，往四周看看，看不到凤霞在那里割草，觉得心都空了。想想以后干活时再见不到凤霞，我难受的一点力气都没有。这当我看到凤霞站在田埂上，身旁一个50来岁的男人拉着她的手，凤霞的眼泪在脸上哗哗的流，她哭的身体一抖一抖，凤霞哭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她时不时抬起胳膊擦眼睛。
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看清楚他爹。那个男人对我笑了笑，说道：你放心吧，我会对他好的。说完他拉了拉凤霞，凤霞就跟着他走了。凤霞手被拉着走去时，身体一直朝我这边歪着，她一直在看着我。凤霞走着走着，我就看不到她的眼睛了，再过一会，她擦眼镜抬起的胳膊也看不到了。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歪了歪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家珍走过来时，我埋怨她，叫你别让他们过来，你偏要让他们过来见我。家珍说，不是我，是凤霞自己过来的。凤霞走后，有庆不干了。起先凤霞被人领走时，有庆瞪着眼睛，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直到凤霞走远了，他才挠着头一步一步往回走。我看到他朝我这里张望几下，就是不过来问我。他还在家珍肚子里时，我就打过他，他看到我怕。吃午饭时，桌子旁没有了凤霞，有庆吃了2口就不吃了，眼睛对着我和家珍转来转去。家珍对他说，快吃。他摇摇小脑袋，问他娘，姐姐呢？家珍一听这话头便低下了，他说，你快吃。这小家伙干脆把筷子一放，对他娘叫道，姐姐什么时候回来？凤霞一走，我心里本来就乱糟糟的，看到有庆这样子，一拍桌子说，凤霞不回来了。有庆吓得身体抖了一下，看看我没再发火，他嘴巴歪了2下，低着脑袋说，我要姐姐。家珍就告诉他，我们把凤霞送给别人家了，为了省下些钱供她上学。听到把凤霞送给了别人，有庆嘴一张哇哇的哭了，边哭边喊，我不上学，我要姐姐。我没理他，心想他要哭就让他哭吧，谁知他又叫了，我不上学，把我的心都叫乱了。我对他喊，你哭个屁。有庆给吓住了，身体往后缩，看到我低头重新吃饭，他就离开凳子，走到墙角，突然又喊了一声，我要姐姐。我知道这次非揍他不可了，从门后拿出扫帚走过去，对他说，转过去。有庆看看家珍，乖乖地转了过去，2只手扶在墙上。我说，脱掉裤子。有庆脑袋扭过来，看看家珍，脱下了裤子后，又转过脸来看家珍，看到他娘没过来拦我，他慌了。我举起扫帚时，他怯生生地说，爹，别打我好吗？他这么说，我心也就软了。有庆也没有错，他是凤霞带大的，他对姐姐亲，想姐姐。我拍拍他的脑袋，说，快去吃饭吧。过了2个月，有庆上学的日子到了。凤霞被领走时穿了一件好衣服，有庆上学了还是穿得破破烂烂，家珍做娘的心里怪难受的。她蹲在有庆跟前，替他这儿拉拉那儿拍拍，对我说，都没件好衣服。谁想到有庆这时候又说，我不上学。都过去了2个月，我以为他早忘了凤霞的事，到了上学这一天，他又这么叫了。这次我没有发火，好言好语告诉他，凤霞就是为了他上学才送给别人的，他只有好好念书才对得起姐姐。有庆倔劲上来了，他抬起脑袋冲我说，我就是不上学。我说，你屁股又痒了。他干脆一转身，脚使劲往地上蹬着走进了里屋，进了屋后喊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上学。我想这孩子是要我揍他，就提着扫帚进去。家珍拉住我，低声说，你轻点，吓唬吓唬就行了，别真的揍他。我一进屋，有庆已经卧在床上了，裤子褪到大腿一面，露着2片小屁股，他是在等我去揍他。他这样子反倒让我下不了手，我就先用话吓唬他，现在说上学还来得及。
她尖声喊：我要姐姐！我朝她屁股上揍了一下，她抱着脑袋说不疼。我又揍了一下，她还是说不疼。这孩子是逼我使劲揍他，真把我气坏了。我就使劲往他屁股上揍，这下他受不了，哇哇的哭，我也不管，还是使劲揍。有庆总还小，过了一会，他实在疼得挺不住，求我了：爹，别打了，我上学。有庆是个好孩子，他上学第一天中午回来后，一看到我就哆嗦一下，我还以为他是早晨被我打怕了，就亲热地问他学校好不好。他低着头轻轻嗯了一下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老是抬起头来看看我，一副害怕的样子，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想想早晨我出手也太重了。到饭快吃完的时候，有庆叫了我一声爹。亨利巴士，他说老师要我自己来告诉你们，老师批评我了，说我坐在凳子上动来动去，不好好念书。我一听火就上来了，凤霞都送给了别人，他还不好好念书。我把碗往桌上一拍，他先哭了，哭着对我说爹，你别打我，我是屁股疼得坐不下去。我赶紧把他裤子剥下来一看，有庆的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那是早晨揍的，这样怎么让他在凳子上坐下去？看着儿子那副哆嗦的样子，我鼻子一酸，眼睛也湿了。凤霞让别人领去才几个月，她就跑了回来。凤霞回来时夜深了，我和家珍在床上，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，先是很轻地敲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又敲了2下。我想是谁呀？这么晚了。爬起来去开门，一开门看到是凤霞，都忘了她听不到，赶紧叫凤霞，快进来。我这么一叫，家珍一下子从床上下来，没穿鞋就往门口跑。我把凤霞拉进来，家珍一把将她抱过去，呜呜的哭了。我推推她，让她别这样。凤霞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露水沾湿了，我们把她拉到床上坐下，她一只手扯住我的袖管，一只手拉住家珍的衣服，身体一抖一抖，哭得都哽住了。家珍想去拿条毛巾给她擦擦头发，她拉住家珍的衣服就是不肯松开，家珍只得用手去替她擦头发。过了很久，她才止住哭，抓住我们的手也松开了。我把她2只手拿起来看了又看，想看看那户人家是不是让凤霞做牛做马地干活，看了很久也看不出个究竟来。凤霞手上厚厚的茧在家里就有了。我又看她的脸，脸上也没有什么伤痕，这才稍稍有些放心。凤霞头发干了后，家珍替她脱了衣服，让她和有庆睡一头。凤霞躺下后，睁眼看着睡着的有庆好一会，偷偷笑了一下，才把眼睛闭上。有庆翻了个身，把手搁在凤霞嘴上，像是打她姐姐巴掌似的。凤霞睡着后像只小猫，又乖又安静，一动不动。有庆早晨醒来，一看到她姐姐，使劲搓眼睛，搓完眼睛看看还是凤霞，衣服不穿就从床上跳下来，张着个嘴一声声喊姐姐姐姐。这孩子一早晨嘻嘻笑个不停，家珍让他快点吃饭，还要上学去，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偷偷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问家珍今天不上学好吗？我说不行。他不敢再说什么，当他背着书包出门时狠狠蹬了几脚，随即怕我发火，飞快地跑了起来。有庆走后，我让家珍拿身干净衣服出来，准备送凤霞回去。一转身看到凤霞提着篮子和镰刀站在门口等着我了。凤霞哀求地看着我，叫我实在不忍心送她回去。我看看家珍，家珍看着我的眼睛也像是在求我。我对她说让凤霞再待1天吧，
我是吃过晚饭送凤霞回去的。凤霞没有哭，她可怜巴巴地看看她娘，看看她弟弟，拉着我的袖管跟我走了。有庆在后面又哭又闹，反正凤霞听不到，我没理睬她。那一路走的真是叫我心里难受，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，一直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天黑了，风嗖嗖地吹在我脸上，又灌到脖子里去。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天黑后，路上的石子伴着凤霞走上一段，凤霞的身体就摇一下，我蹲下去把她两只脚揉一揉，凤霞两只小手搁在我脖子上，她的手很冷，一动不动。后面的路是我背着凤霞走去，到了城里，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，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，把她看了又看。凤霞是个好孩子，到了那时候也没哭，只是睁大眼睛看我。我伸手去摸她的脸，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。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，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。背起凤霞就往回走，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，走了一段，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，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，我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。家珍轻轻地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掉了出来。有庆念了2年书，到了10岁光景，家里日子算是好过一些了。那时凤霞也跟看我们一起下地干活，凤霞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了。家里还养了2头羊，全靠有庆割草去喂它们。每天蒙蒙亮时，家珍就把有庆叫醒，这孩子把镰刀扔在篮子里，一只手提着，一只手搓着眼睛，跌跌冲冲走出屋门去割草，那样子怪可怜的。孩子在这个年纪是最睡不醒的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没有有庆去割草，2头羊就得饿死。到了有庆提着一篮草回来，上学也快迟到了，急忙往嘴里塞一碗饭，边嚼边往城里跑。中午跑回家又得割草，为了羊再自己吃饭，上学自然又来不及了。有庆10来岁的时候，一天2次来去就得跑50多里路。有庆这么跑，鞋当然坏得快。家珍是城里有钱人家出生，觉得有庆是上学的孩子了，不能再光着脚丫，给他做了一双布鞋。我倒觉得上学只要把书念好就行，穿不穿鞋有什么关系？有庆穿上新鞋才2个月，我看到家珍又在那鞋底，问他是给谁做鞋，他说是给有庆。田里的活已经把家珍累得说话都没力气了，有庆非得把他娘累死。我把有庆穿了2个月的鞋拿起来一看，这哪还是鞋，鞋底磨穿了不说，一只鞋连鞋帮都掉了。等有庆提着满满一篮草回来时，我把鞋扔过去，揪住他的耳朵让他看看，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？有庆摸着被揪疼的耳朵，咧了咧嘴，想哭又不敢哭。我警告他，你再这样穿鞋，我就把你的脚砍掉。其实是我没道理，家里的2头羊全靠有庆喂他们，这孩子在家干这么重的活，耽误了上学时间，总是跑着去，中午放学想早点回来割草，又跑着回来。不说羊粪肥田这事，就是每年捡了羊毛去卖了的钱，也不知道能给有庆做多少双鞋。我这么一说以后，有庆上学就光脚丫跑去，到了学校再穿上鞋。有一次都下雪了，他还是光着脚丫在雪地里吧嗒吧嗒往学校跑，让我这个做爹的看得好心疼。我叫住他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这孩子站在雪地里看着手里的鞋，可能是糊涂了，都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，那是鞋，不是手套，你给我穿上。他这才穿上了鞋，
缩着脑袋等我下面的话。我向他挥挥手，你走吧。有庆转身往城里跑，跑了没多远，我看到他又脱下了鞋。这孩子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到了58年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，我家那5亩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名下，只留下屋前一小块自留地。村长也不叫村长了，改叫成队长。队长每天早晨站在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，村里男男女女都扛着家伙到村口去集合，就跟当兵一样。队长将一天的活派下来，大伙就分头去干。村里人都觉得新鲜，排着队下地干活，嘻嘻哈哈地看着别人的样子笑。我和家珍、凤霞排着队走去还算整齐，有些人家老的老小的小，中间有个老太太还扭着小脚，排出来的队伍难看死了，连队长看了都说，你们这一家呀，横看竖看还是不好看。家里5亩田归了人民公社，家珍心里自然舍不得。过来的10来年，我们一家全靠这5亩田养活，眼睛一眨，这5亩田成了大伙的了。家珍常说，往后要是再分田，我还是要那5亩。谁知没多少日子，连家里的锅都归了人民公社，说是要煮钢铁。那天队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来砸锅，到了我家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，福贵，是你自己拿出来呢，还是我们进去砸？我心想，反正每家的锅都得砸，我家怎么也逃不了，就说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我将锅拿出来放在地上，2个年轻人挥起锄头就砸，才那么3、5下，好端端的一口锅就被砸烂了。家珍站在一旁看着，心疼的都掉出了眼泪。家珍对队长说，这锅砸了往后吃什么？吃食堂。队长挥着手说，村里办了食堂，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做饭了，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，饿了只要抬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，鱼呀肉啊撑死你们。村里办起了食堂，家中的米盐柴什么的也全被村里没收了。最可惜的是那2头羊，有庆把它们养得肥肥壮壮的，也要充公。那天上午，我们一家扛着米，端着盐往食堂送食，有庆牵着2头羊，低着脑袋往晒场去。他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那2头羊可是他一手喂大的，他天天跑着去学校，又跑着回来，都是为家里的羊。他把羊牵到晒场上，村里别的人家也把牛羊牵到了那里，交给饲养员王喜。别人虽说心里舍不得，交给王喜后也都走开了，只有有庆还在那里站着，咬着嘴唇一动不动，末了可怜巴巴地问王喜，我每天都能来抱抱他们吗？村里食堂一开张，吃饭时可就好看了，每户人家派2个人去领饭菜，排出长长一队，看上去就跟我当初被俘虏后排队领馒头一样。每家都是让女人去，叽叽喳喳声音响的，就和晒稻谷时麻雀一群群飞来似的。队长说的没错，有了食堂确实省事，饿了只要排个队就有吃有喝了。那饭菜敞开吃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天天都有肉吃。最初的几天，队长端着个饭碗，嘻嘻笑着挨家串门，问大伙，省事了吧？这人民公社好不好？大伙也高兴，都说好。队长就说，这日子过得比当2流子还舒坦。家珍也高兴，每回何凤霞端着饭菜回来时，就会说，又吃肉了。暴风雨，家珍把饭菜往桌上一放，就出门去喊有庆。有庆的喊上一阵子，才看见他提着满满一篮草在田埂上横着跑过去。这孩子是给2头羊送草去。
村里3头牛和20多头羊全被关在一个棚里，那群牲畜一归了人民公社，就倒霉了，常常挨饿。有庆一进去就会围上来，有庆就对着他们叫：喂喂，你们在哪里？他的2头羊在羊堆里拱出来，有庆才会拔草倒在地上，还得使劲把别的羊推开，一直侍候自己的羊吃完，有庆这才呼哧呼哧满头是汗地跑回家来。上学也快迟到了，这孩子跟喝水似的把饭吃下去，抓起书包就跑。看着他还是每天这么跑来跑去，我心里那个气，嘴上又不好说，说出来怕别人听到了会说我落后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：别人拉屎你擦什么屁股？有庆听了这话没明白过来，看了我一会后扑哧笑了，气得我差点没给他一巴掌。我说：这羊早归了公社，管你屁事。有庆每天3次给羊送草去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，他还要去一次抱抱那2头羊。管牲畜的王喜见他这么喜欢自己的羊，就说：有庆，你今晚就领回家去吧，明天一早送回来就是了。有庆知道我不会让他这么干，摇摇头对王喜说：我爹要骂我的，我就这么抱一抱吧。日子一长，棚里的羊也就越少，过几天就要宰1头。到后来只有有庆一个人送草去了。王喜见了我常说，就有庆还天天惦记着他们，别人是要吃肉了才会想到他们。村里食堂开张后2天，队长让2个年轻人进城去买煮钢铁的锅，那些砸烂的锅和铁皮什么都堆在晒场上。队长指着他们说：得赶紧把他们给煮了，不能老让他们闲着。2个年轻人拿着草绳和扁担进城去后，队长陪着城里请来的风水先生在村里转悠开了，说是要找一块风水宝地煮钢铁。穿长衫的风水先生笑眯眯地走来走去，走到一户人家跟前，那户人家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这弓着背的老先生只要一点头，那户人家的屋子就完蛋了。队长陪着风水先生来到了我家门口，我站在门前，心里咚咚的打鼓。队长说：福贵，这位是王先生，到你这儿来看看。好，好，我连连点着头。风水先生双手背在身后，前后左右看了一会，嘴里说：好地方，好风水。我听了这话，眼睛一黑，心想这下完蛋了。好在这时家珍走了出来，家珍看到是他认识的王先生，就叫了一声。王先生说：是家珍啊。家珍笑着说：进屋喝碗茶吧。王先生摆了摆手，说道：改日再喝，改日再喝。家珍说：听我爹说你这些日子忙坏了。忙。王先生点着头说：请我看风水的都排着队呢。说着，王先生看看我，问家珍：这位就是？家珍说：是福贵。王先生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点着头说：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看着王先生这副模样，我知道他是想起我从前赌光家产的事。我就对王先生嘿嘿笑了。王先生向我们双手抱拳说：改日再聊。说过，他转身对队长说：到别处去看看。队长和风水先生一走，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我这间茅屋算是没事了，可村里老孙家倒大霉了。风水先生看中了他家的屋子，队长让他家把屋子腾出来，老孙头呜呜的哭，蹲在屋角就是不肯搬。队长对他说：哭什么？人民公社给你盖新屋。老孙头双手抱着脑袋，还是哭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到了傍晚，队长看看没有别的法子了，就叫上村里几个年轻人，把老孙头从屋里拉出来，将里面的东西也搬到外面。
老孙头被拉出来后，双手抱住了一棵树，怎么也不肯松手。拉他的2个年轻人看看队长说：队长，拉不动了。队长扭头看了看，说：行啦，你们2个过来点火。那2个年轻人拿着火柴，站到凳子上，对着屋顶的茅草划燃了火柴。屋顶的毛星号图鸠纯星号发霉了，加上昨天又下了一场雨，他们怎么也烧不起来。队长说：他娘的，我就不信人民公社的火还烧不掉这破屋子。说着，队长卷了卷袖管，准备自己动手。有人说：浇上油，一点就燃。队长一想后说：对呀，他娘的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快去食堂取油。原先我只觉得自己是个败家子，想不到我们队长也是个败家子。我呀，就站在不到100步远的地方，看着队长他们把好端端的油倒在茅草上，那油可都是从我们嘴里挖出来的，被他们一把火烧没了。那茅草浇上了我们吃的油，火苗子呼呼地往上窜，黑烟在屋顶滚来滚去。我看到老孙头还是抱着那棵树，他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窝没了。老孙头可怜，等到屋顶烧成了灰，四面土墙也烧黑了，他才抹着眼泪走开。村里人听到他说：锅砸了，屋子烧了，看来我也得死了。那晚上我和家珍都睡不踏实，要不是家珍认识城里看风水的王先生，我这一家人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。想来想去，这都是命，只是苦了老孙头。家珍总觉得这灾祸是我们推到他身上去的，我想想也是这样。我嘴上不这么说，我说是灾祸找到他，不能说是我们推给他的。煮钢铁的地方算是腾出来了，去城里买锅的也回来了。他们买了一只汽油桶回来，村里很多人以前没见过汽油桶，看着都很稀奇，问这是什么玩意。我以前打仗时见过，就对他们说，这是汽油桶，是汽车吃饭用的饭碗。队长用脚踢踢汽车的饭碗，说太小了。买来的人说没有更大的了，只能一锅一锅煮了。队长是个喜欢听道理的人，不管谁说什么，他只要听着有理就相信。他说也对，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，就一锅一锅煮吧。有庆这孩子看到我们很多人围着汽油桶，提着满满一篮草不往羊棚送，先挤到我们这儿来了。他的脑袋从我腰里一擦一磨地钻出来，我想是谁呀？低头一看是自己儿子。有庆对着队长喊，煮钢铁桶里要放上水。大伙听了都笑。队长说，放上水？你小子是想煮肉吧？有庆听了这话也嘻嘻笑，他说，要不钢铁没煮成，桶底就先煮烂了。谁知队长听了这话，眉毛往上一吊，看着我说，福贵，这小子说的还真对，你家出了个科学家。队长夸奖有庆，我心里当然高兴，其实有庆是出了个馊主意。汽油桶在原先老孙头家架了起来，将砸烂的锅和铁皮什么的扔了进去，里面还真的放上了水，桶顶盖一个木盖，就这样煮起了钢铁。里面的水一开，那木盖就噗噗的跳，水蒸气呼呼的往外冲，这煮钢铁跟煮肉还真是差不多。队长每天都要去看几次，每次揭开木盖时，里面发大水似的冲出来蒸汽，都吓得他跳开好几步，嘴里喊着烫死我了。等到水蒸气少了一些，他就拿着根扁担伸到桶里敲了敲，敲完后骂道，他娘的还硬邦邦的。村里煮钢铁那阵子，家珍病了。家珍得了没力气的病，起先我还以为他是年纪大了才这样的。那天村里挑羊粪去肥田，那时候田里插满了竹竿，
原先竹竿上都是纸做的小红旗，几场雨一下，红旗全没了，只在竹竿上沾了些红纸屑。家珍也挑着羊粪，她走着走着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。村里人见了都笑，说是福贵夜里干狠了。家珍自己也笑了，她站起来试着再挑，那2条腿就哆嗦，抖得裤子像是被风吹的那样乱动起来。我想她是累了，就说：“你歇一会吧。”刚说完，家珍又坐到了地上，担子里的羊粪泼出来，盖住了她的腿。家珍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她对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”我以为家珍只要睡上一觉，第2天就会有力气的。谁想到以后的几天，家珍再也挑不动担子了，她只能干些田里的轻活。好在那时是人民公社，要不这日子又难熬了。家珍得了病，心里自然难受。到了夜里，她常偷偷问我：“福贵，我会拖累你们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别想这事了，年纪大了都这样。”到那时我还没怎么把家珍的病放在心上。我心想，家珍自从嫁给我以后就没过上好日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也该让她歇一歇了。谁知过了1个来月，家珍的病一下子重了。那晚上我们一家守着那汽油桶煮钢铁，家珍病倒了，我才吓一跳，才想到要送家珍去城里医院看看。那时候钢铁煮了有2个多月了，还是硬邦邦的。队长觉得不能让村里最强壮的几个劳动力整日整夜的守着汽油桶，他说往后就挨家挨户轮了。轮到我家时，队长对我说：“福贵，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把火烧得旺些，怎么也得给我把钢铁煮出来。”我让家珍和凤霞早早的去食堂守着，好早些把饭菜打回来，吃完了去接替人家，我怕去晚了人家会说闲话。可是家珍和凤霞打了饭菜回来，左等右等不见有庆回来，家珍站在门前喊得额头都出汗了。我知道这孩子准是割了草送到羊棚去了。我对家珍说：“你们先吃。”错误的喜剧。说完我出门就往村里羊棚去，心想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不帮着家珍干些家里的活，整天就知道割羊草，胳膊一个劲的往外拐。我走到羊棚前，看到有庆正把草倒在地上，棚里只有6只羊了，全挤上来抢着吃草。有庆提着篮子问王喜：“他们会宰我的羊吗？”王喜说：“不会了，把羊吃光了，上哪儿去找肥料？没有了肥料，田里的庄稼就长不好。”王喜看到我走进去，对有庆说：“你爹来了，你快回去吧。”有庆转过身来，我伸手拍拍他的脑袋，这孩子刚才问王喜时的可怜腔调，让我有火发不出。我们往家里走去，有庆看到我没发火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他们不会宰我的羊了。”我说：“宰了才好。”到了晚上，我们一家就守着汽油桶煮钢铁了。我负责往桶里加水，凤霞拿一把扇子扇火，家珍和有庆捡树枝，直干到半夜。村里所有人家都睡了，我都加了3次水，拿一根树枝往里捅了捅，还是硬邦邦的。家珍累得满脸是汗，她弯腰放下树枝时都跪在了地上。我盖上木盖对她说：“你怕是病了。”家珍说：“我没病，只是觉得身体软。”那时候有庆靠着一棵树像是睡着了，凤霞2只手换来换去的扇着风，她是胳膊疼了。我去推她，她以为我要替她，转过脸来直摇头。我就指有庆，要他把有庆抱回家去，他这才点着头站起来。村里羊棚里传来咩咩的叫声，睡着的有庆听到这声音咯咯的笑了。当凤霞要去抱他时，他突然睁开眼睛说：“是我的羊在叫。”我还以为他睡着了，
看到他睁开眼睛，又说是他的羊什么的，我火了，对他说：是人民公社的羊，不是你的。这孩子吓一跳，瞌睡全没了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。家珍推推我，说我：你别吓唬他。说着蹲下去对有庆轻声说：有庆，你睡吧，睡吧。这孩子看看家珍，点点头，闭上了眼睛，没一会儿功夫就呼呼地睡去了。我把有庆抱起来，放到凤霞背脊上，打着手势告诉凤霞，让她和有庆回家去睡觉，别来了。凤霞背着有庆走后，我和家珍坐在了火前。那时天很凉，坐在火前暖和，家珍累得一点力气都没了，胳膊抬起来都费劲。我就让家珍靠着我，说：你就闭上眼睛睡一会吧。家珍的脑袋往我肩膀上一靠，我的瞌睡也来了，脑袋老往下掉，我使劲挺一会，不知不觉又掉了下去。我最后一次往火里加了树之后，脑袋掉下去就没再抬起来。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，后来轰的一声巨响，把我吓得从地上一下子坐起来。那时候天都快亮了，我看到汽油桶已经倒在了地上，火像水一样流成一片在烧。我身上盖着家珍的衣服，我立刻跳起来，围着汽油桶跑了2圈，没见到家珍，我吓坏了，吼着嗓子叫：家珍，家珍。我听到家珍在池塘那边轻声答应，我跑过去，看到家珍坐在地上，正使劲想站起来。我把她扶起来时，发现她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我睡着以后，家珍一直没睡，不停地往火上加树枝。后来桶里的水快煮干了，她就拿着木桶去池塘打水。她身上没力气，拿着个空桶都累，别说是满一桶水了。她提起来才走了5、6步就倒在地上。她坐在地上歇了一会，又去打了1桶水。这会她走一步歇一下，可刚刚走上池塘，人又滑倒了，前后2桶水全泼在她身上。她坐在地上没力气起来了，一直等到我被那声巨响吓醒。看到家珍没伤着，我悬着的心放下了。我把家珍扶到汽油桶前，还有一点火在烧。我一看是桶底煮烂了，心想这下糟了。家珍一看这情形也傻了，她一个劲地埋怨自己：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说：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睡着。我想着还是快些去报告队长吧，就把家珍扶到那棵树下，让她靠着树坐下，自己往我家从前的宅院，后来是龙2，现在是队长的屋子跑去。跑到队长屋前，我使劲喊：队长，队长。队长在里面答应：谁呀？我说：是我，福贵，桶底煮烂了。队长问：是钢铁煮成了？我说：没煮成。队长骂道：那你叫个屁！我不敢再叫了，在那里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时候天都亮了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先送家珍去城里医院吧。家珍的病看样子不轻，这桶底煮烂的事待我从医院回来再去向队长做个交代。我先回家把凤霞叫醒，让她也去。家珍是走不动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背着家珍来去走20多里路，看来不行，只能和凤霞轮流着背她。我背起家珍往城里走，凤霞走在一旁。家珍在我背上说：我没病，福贵，我没病。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钱治病。我说：有没有病，到医院一看就知道了。家珍不愿意去医院，一路上嘟嘟哝哝的。走了一段，我没力气了，就让凤霞替我。凤霞力气比我都大，背着她娘走起路来咚咚响。家珍到了凤背脊上，不再嘟哝什么，突然笑起来，宽慰地说：凤霞长大了。家珍说完这话，眼睛一红，又说：凤霞要是不得那场病就好了。
我说，都多少年的事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城里医生说家珍得了软骨病，说这种病谁也治不了，让我们把家珍背回家。